大家好，我是 Anthony， 欢迎回到我的频道。今天想和大家聊聊压抑。在上一期视频里，我们聊了理想化与贬低这一组心理机制。当时我们谈到，对于成长在不安全环境的个体来说，对客体的好与坏的体验是难以整合的。面对施虐性的父母，儿童会发展出分裂或者原始理想化这些原始的心理防御机制来保护自己。也就是当事人对同一个人的态度从一个极端倒转到另一个极端，并且当事人在每一个阶段里都沉浸其中，感受不到这两种状态之间的矛盾。他眼中的对方只能在全好和全坏两个状态之间剧烈的切换和震荡，而没有自己的深度和复杂性。由于当事人感受到的爱与恨都非常激烈，因此他的外部行为也可能是非常激进的。在上期视频的结尾，我们也谈到这种敢爱敢恨的状态，在青春期或成年早期常常会被误认为是一种个性和魅力，而那种习惯审视复杂性和内省的人，反而因为看起来比较内耗、纠结，因而显得没那么酷。那么这一期视频，我想顺着这个结论，探讨一个相当反直觉的命题，就是我认为压抑其实是一种相当高级的心理防御机制。我会把这期视频放在心理与教育这个列表内，如果你有任何想找我探讨和咨询的话题，都可以联系我的邮箱预约。不过在正式开始讨论前呢，我想先聊聊最近几年在中国越来越火的网络短剧。这种每集只有几分钟的剧创造了巨大的奇迹，播放量动辄达到几千万甚至上亿。那么这些短剧吸引人的点在哪里呢？其实就在于它集高密度的冲突和未经思考的攻击性。在这些剧本里，主角面对严重的伤害、背叛和虐待，起初总是一忍再忍，受尽屈辱，这是为了给反派拉仇恨，同时也是给自己积累道德资本。当怒气和委屈积攒到了一定程度，就开始爆发了。主角可能突然亮出了自己的真实身份，比如自己其实是隐秘的世界首富，或者某个庞大组织的掌门人，然后就开始惩罚那些伤害自己的人了。公众号极昼工作室的一篇文章就写到一个创作短剧的女生，她的一部爆款短剧获得了8000万播放量。这部剧讲的就是一个格斗高手隐瞒了自己的富婆身份，遭遇了村民的羞辱、亲戚的道德绑架等等。不过老师给他提意见，说他把女主写得还不够狠，情绪压得太过了。于是他现在也不纠结了，写大女主就是要爽，该扇巴掌就扇巴掌，我是这个世界的老大。有文章分析过，初代的短剧平均每90秒就要有一次下跪、扇巴掌、激吻。在某部播放量超过10亿的短剧里，主角一集里就有10个巴掌扇向反派，打完老公打儿子。当然，一上来扇巴掌是不行的，必须要制造爽点，要有层次感，主角要先受虐再去施虐。正如某合作方所指出的，情节设置绝不能让观众动脑子。观众在这种内容里得到的是一种攻击性被无障碍释放的快感，屈辱被尽可能的堆叠，这样反击才能让人畅快，中间不允许有任何思考、犹豫和自我怀疑。一旦观众动了脑子，那种快感就消失了。短剧之所以能成为一个日益庞大的产业，正是因为它击中了这个时代普遍存在的一种心理需求，人们想要把内心积累的攻击性立刻发泄出去。而这也悄然渗透到了我们当下的社会文化中。在我们的日常话语里，压抑这个词几乎完全是一个负面概念。我们经常听到这样的话，比如不要压抑自己，要释放出来，要做真实的自己。在这种话语里，那个把情绪表现得酣畅淋漓，爱起来轰轰烈烈，恨起来斩钉截铁，说撕就撕，从不内耗也从不纠结的人，似乎就是更真实和自由的。而那些时常陷入犹豫和怀疑，以及事后会反复审视自己的人，反而像是不健康的、软弱的。有朋友可能会说，我每天活得非常压抑，受到来自领导和同事的排挤，还有父母的道德绑架。但这里的压抑指的是被外部强权所压制，
这种来自外在的压迫常常会给我们造成无力感和挫败感。而我们这里讲的压抑是精神分析语境下的压抑，它首先不是指外界强加给我们的压迫和束缚，而是一种内在的心理防御机制。也就是当我们遇到某种危机，感到强烈的恨意或者毁灭欲时，我们没有立刻在现实中诉诸行动，没有说做就做，而是把它暂时留在了自己的内心里，也就是把这股危险的能量封存在潜意识或者意识的边缘地带。当然，这股能量不会凭空消失，它仍然会通过梦境、失眠、焦虑，或者某些躯体症状等方式提醒我们，我们必须调用更大的能量去承受这种不安和压力。当然，这种压抑毕竟不是解决冲突的最终方案，它会催促我们在某一刻采取行动去改变现状。但首先，我们需要先在自己内心里容纳这种冲突，而非直接通过行动将攻击性排放出去。缺乏压抑能力的人，就像一个装满了废水的杯子，只要有一点震荡，水就会溢出来，烫伤别人。当事人无法在内心里容纳和消化这些冲突的能量，必须立刻把攻击性排放给另一个人，或者排放给整个外部世界。虽然这在短时间内带来了一种发泄的快感，但这其实是一种非常原始和退行的状态。那说到这里，有朋友可能会反驳 Anthony， 难道我们要一直憋着吗？难道面对不公和伤害，表达攻击性，奋起反抗是错的吗？我当然不是这个意思。表达攻击性不仅没错，而且是一个人确立自我边界、保护主体性的必要手段。但是在当下的流行文化中，我觉得很多人混淆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攻击性。一种是经过了充分的思考和整合后所产生的那种极具力量的精确的攻击性，比如一个人在经过了充分准备后与那个压迫自己的人去抗争，他对于各种后果和可能性有足够的估计。另一种则是未经思考的及时发泄，比如许多人非常推崇那种说撕就撕，拒绝精神内耗的人生态度，以及崇尚那种毁天灭地的怒火，比如对张献忠、波尔布特，或者对朝鲜和普京的崇拜。许多人崇拜的并非他们的武力，客观来说他们的武力并非最强，许多人真正崇拜的其实是他们所呈现出那种自恋性暴怒的倾向，也就是在狂怒之下不惜拉所有人陪葬的气势。正如普京那句名言所说，如果没有俄罗斯，世界也没必要存在了。当一个人内心缺乏足够强大的心理容器时，当他感到痛苦，感到被压迫，他这股充满破坏性的能量就必须立刻发泄出去。然而，由于缺乏必要的思考，他的这种立刻发泄出去的破坏性能量所攻击的对象，往往根本不是那个真正压迫他、伤害他的人，而是一个跟他现实处境无关的替代品。因为一个人要认清楚真正压抑自己的东西是什么，本身就需要他得先暂时抑制住自己的攻击欲。因为真正的压迫者往往是强大的，或者说是隐蔽的。他可能是你的上级领导，可能是父母以及背后的一套孝道观念，或者是某种庞大而无形的结构性压力。直接向他们表达愤怒是危险的。于是，许多人把原本指向强者的愤怒，悄悄地转移到了安全的、不会带来报复的替代品身上。例如，一个人在外面受了气，回到家会因为一件极小的事情，对更弱的伴侣或孩子发火，或者通过对家人的控制来找回掌控感，或者是在互联网上对一个素不相识的陌生人，或者对某个犯了微小错误的弱势群体施加恶毒的网络暴力，又或者就像我们开头提到的，把所有的破坏欲投射到屏幕上，看着女主打反派的耳光，获得一种虚假的爽感。除了上述情况外，在当下的互联网文化中，我们还能看到一种更为隐蔽，甚至看起来无比崇高的发泄方式，那就是寻找一个绝对正确的道德框架，将自己的攻击性给合法化，让自己沉浸在源源不断的寻找敌人并与之斗争的重复之中，并满足自己在道德上的自恋。比如前段时间，一位朋友向我分享了这样一个故事。
一位女生的作品被抄袭了，她当然非常生气，而另一位女性也极力支持她去维权。后来经过交涉，抄袭者删除了侵权内容。此时，作为原作者的女生觉得目的已经达到，也不想再继续纠缠，于是解散了群聊。然而，那位原本坚定支持维权的女性朋友，反而对原作者爆发了强烈的不满。在这位朋友看来，原作者应该战斗到底，必须把抄袭者彻底曝光，人肉出来，不能妥协。而原作者的见好就收，被他视为一种软弱和背叛。最终，这位朋友对原作者的愤怒竟然超过了对抄袭者的愤怒。那为什么会发生这种反转呢？因为支持维权的女生并非真正共情和支持原作者，而是想要借机表达自己的攻击性。她完全沉浸在惩罚恶人的剧本里。对于她而言，这场维权事件更像是一个完美的舞台，一个可以让她毫无心理负担地倾泻自身攻击性的安全空间。当原作者解散了群，觉得可以到此为止，就相当于强行撤掉了这个舞台，剥夺了他继续表演正义的资格。那这种现象其实在中国社会的各种标榜觉醒、独立和反抗的圈子里都是屡见不鲜的。正如我们2月21日的这期视频里所提到的，在一个对现行体制或主流世俗文化非常憎恶的团体里，大家会觉得自己是被无边无际的庸众所包围的。为了维持这种众人皆醉我独醒的悲壮感，圈子里往往会形成一种极其严苛的倾向，他们会无限去夸大和泛化外部体制和环境的恐怖与全能。这样的氛围会产生一种病态的纯洁性审查和一票否决制。比如，一个人如果仅仅是讲了一句现行规则的好话，或者流露出了对某种主流价值观的认同，那么他在这个圈子里就会被思想审查。不管他曾经做过多少理性的反思，也不管他的人格有多么丰富，他都会被一票否决。在那种原始的猎巫思维看来，强大的外部体制，不论是专制政府、父权制、资本主义等等，他们都像是一种病毒，只要你沾染了一点点，你的精神就被彻底污染了，堕落了，你就变成了一个不觉醒和愚昧的人。而与之划清界限的我们，则是绝对纯洁和高尚的。比如疫情期间，河南省的某个小区打出了感谢风控的横幅，于是许多人看到后就觉得，果然河南人民的德性比较低下，活该被管控。这种气氛助长了一种幸灾乐祸的声音，就是每当出现了灾难，许多人都觉得活该，却忽略了河南同样爆发过大量的反抗。许多人对于评判别人德性高低的兴趣，往往要远远大于去真正批判那个现实中的压迫者。他们会隐秘地乐于看到那些圈子之外的人倒霉或者受害，因为真正的压迫者和现实环境是非常强硬的，直接向他们发起挑战不仅危险，而且往往伴随着强烈的无力感。但是把审判的枪口对准那些不够纯洁的同类，对准那些试图在夹缝中生存的普通人，却是绝对安全的。因为这些人往往不会对他们进行毁灭性的反击。通过这种党同伐异的内部清洗，当事人能够心安理得地将自己那股攻击性发泄出去，而且还可以将这种攻击美化为鲁迅所说的拆屋顶，所以极端一点也是可以理解的。他们看不见一个活生生的、有着丰富性和复杂性的同类，而只能看见一个用来投射自己内心不安全感和敌意的客体。从精神分析的角度看，这种容不下任何杂质的纯洁性审查，其实是科恩伯格所说的偏执分裂机制中的重演。因为个体的内在自我极其虚弱，虚弱到无法涵容现实的复杂与灰度，所以他们必须把世界切割成全好和全坏。在科恩伯格的理论中，投射和分裂是边缘性人格组织常用的防御机制，而压抑功能则需要一个人达到更高级的神经症人格组织。因此，我们说压抑虽然不是长久之计，但它却是一个人心智走向成熟的必经阶段。今天的视频就先聊到这里吧。如果你有任何的困惑和问题想和我交流，
直接联系我的邮箱就好。比如你希望和我讨论某篇文章、某段话、某个视频、某种社会现象，或者你的日记，都可以提前把相关的文本发给我，我会在正式交流之前读完。或者你希望和我讨论你的人生经历、困惑和情感，都是可以的。如果你对隐私性、安全性、付款和通讯方式有任何疑问，也请及时告诉我。如果你无法付费或无法加入会员，也请联系我，我会提供其他方式。详情请参考这张图片。我会把这期视频放在心理与教育这个列表内，同时也推荐大家去看我这个列表内的其他视频。感谢大家的收看，再见。